赵公子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啊，方才我经过正厅，听见有2位新来的客人欲出高价借宿，族长已经答应。如此一来，偏院的客房怕是不够，必须有人要腾地方。那我便打算去别处借宿。即便要有人腾地方，也轮不到你啊！你等着，我去跟我爹说去。哎，别！此事与族长无关，主要是那2位客人着实难缠，我又不欲使族长为难，才先行离开，还没来得及和他告别。烦请你与他说一声。可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的心意我已然明白。待来日再见。无论情状如何，希望你能记住，在贵府小住的几日，会是我平生最快活的回忆。可是你这匆忙之下，去哪里寻个好住处呢？啊，我与陶毅、燕兄还算熟悉，去他们家借宿几晚应该不成问题。先告辞了。哎，奇怪，不过换个住处，怎么像被狗撵似的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包公子啊！啊，多罗姑娘，多罗姑娘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担心你们，我爹娘正在正厅待客，我先送你们去偏院吧。又有客人？是啊，我也是回来之后才知道镇上又来了客人到我家借宿。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？2人气度非凡，一看便知非富即贵。这平素鲜有人造访的小镇，忽然这么热闹，怪得很。可不是，一看这2人便是十分相熟，却又死活不肯住在同一间房，非要出高价让我爹给腾出房间来，害得赵公子搬走了。啊？赵大哥走了，去了哪儿？说是去陶毅家了。有人出了高价就撵走其他租客，族长家的待客之道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我爹才没有撵人呢，是赵公子无意间听见他们说话，怕我爹为难，便自己收拾东西匆忙走了，还没来得及跟我爹说一声呢。我都没得空告诉我爹阿南的死讯。族长既不许外客入镇，为何你爹将那2位当神仙迎，而把我们当小鬼赶？听说他们有全知开封府事作保，所以能留在镇上。又是全知开封府事。那偏院就几间客房能住人，没想撵赵公子走，难道想撵我们走啊？再说了，赵大哥走了，也就腾出1间屋子。那2人若是仍不愿意同住一个房间，那咱们岂不是还得腾出地方啊？不是吧？族长真让我们走啊？不是，我想着让南姑娘和白姐姐委屈一下，去莫欣的房间挤挤。什么？司徒莫欣那间屋子和柴房差不多，你爹也好意思啊？别忘了，我们也不是白住的。我和阿软去挤挤。我告诉你，如果非要去，那也是你包大哥去。你问问他，好不好意思让我们2个女的去住柴房？哼！我也就随口一说，你凶什么凶？这也太不讲道理了！明明相识，却不肯住同一间屋子，凭着自己有钱就要疑难他人，我这就去和他理论理论。走！啊，站住！快站住！别冲动啊！我就是要看看是谁这么横，以为自己是皇帝老子呢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去！站住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反了你们了！八贤王，在下魏良辰。
魏先生，这位是我的旧友，人称庞野。庞野。在下包拯，乃是进京赶考的学子。这位是南天竺、展昭、白软软。各位幸会。方才我听闻这位小兄弟说要找我们理论理论，现在不妨说来听听。方才是我等多有冒犯，小孩子口无遮拦，一时戏言，望乞恕罪。童言本无忌，义气却可嘉。这位小少侠倒是甚合我意。多谢魏先生。你们既然自行闯入，本族长正有疑问：诸位查出杀害司徒莫心的凶手了吗？上尉。昨日，包公子以1日为限，许诺会将司徒莫心的命案查得水落石出。如今你们已食言而肥，又恰逢贵客将下榻寒舍，几位休怪阵法无情了。族长见谅，在下无心食言，只是疑案未平，疑案又起。今日我们在巫山林巡查线索时，意外发现欧世南被杀，这才失信于你。什么？欧世南死了？可不是，还有人捣乱了我们在巫山林做的记号，说不定一切都是猫灵所为呢。在下以为这2桩命案错综复杂，背后一定大有文章，恳请族长能再宽限2日。若是2日之后仍是寻凶无果，要赶要罚，任凭族长处置。包拯之名，在下私有耳闻。听说此人曾在泸州破过一桩离奇大案，想来庞野也是略闻一二吧？略闻一二。不瞒族长，我2人皆是呆笨胆小之辈，平日最欣赏爪牙之事。此间若有包公子助破谜案，我们也可安心定制，不虚此行了。既有先生说情，那在下便再容他2日。眼下客房有限，南姑娘、白姑娘，还请屈就一下，就先在莫仙那儿住2晚。好，我和南妹妹住莫仙姑娘的屋子。既然商议已定，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行李。你们自便吧。看，厉害厉害！来一个。你们一个个奇奇怪怪，尤其是展昭，进门的时候还像个点着的爆竹一般，待见着那2人，转瞬间变哑火了。难不成真是什么大人物？一个呀是金尊玉贵的贤王，
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太师，你说呢？那是八贤王和庞太师。穷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斗，抢不过呀，抢不过。幸亏我机智过人，没有一上去就给司徒族长一个大嘴巴子。哎，对了，多罗姐姐曾经说过，出入巫山林的诀窍是司徒族长告诉她的。那司徒族长会不会就是杀害欧石南的凶手啊？有可能，但是镇上知道此事的人，怕是不止他一个。司徒墨心的房间到底是简陋了些，还是我们搬过去吧？我这就回去收拾收拾。不行，司徒墨心死得不明不白，他的房间不安全，万一遇上什么危险，就你们两个胆小怕鬼的，能顶什么用啊？我。多亏你一身武功，否则凭你这说话得罪人的本事，恐怕连门都出不去。为何不能出门？因为会被人打死。你们说的不无道理，我确实不擅长说话。但我白某人潜心修剑10余载，身负龙泉第一剑，又不是为了跟谁讲道理的。合着你就想到了这个？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阿软，你可真逗。我看二姐姐很正常嘛。八贤王和庞太师才有问题，他们俩来这里的时间也太过巧合了。而且这二人怎会结伴同行？他们有全职开封府士作保，想必没打算瞒着。这一行的目的，我猜用不了多久啊，咱们就能知道了。对了，捋一捋这2天发生的事。我注意到一个问题，正想听听你们的意思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包公子，包公子，魏先生请你去他房中一叙。啊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包大哥，你快说呀！话说一半，真叫人心急。请进。学生拜见王爷。不必拘礼，坐吧。多谢王爷。你可知本王此番来意？王爷有全知开封府事文书在手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近2日的命案事发突然，王爷难以未卜先知。莫非您来破灵镇是与猫灵有关？雾里探花，花似花；水中望月，月非月。你算是猜对了个水中月。啊，学生愚钝，还请王爷明示，何为天上月？你可知晓，在民间有一桩传闻，是关于一位妇人怀胎10月，却诞下猫子的。人生猫子？难道是狸猫换太子？本王前来破灵镇，正是为了此事。难道多年前，宫中李宸妃诞下狸猫之说是真的？传闻也不全是空穴来风。
当年李宸妃的产房里，的确抱出了一只无匹的猫。先皇视为不祥，遂下令除去孽畜，对外宣称皇子夭折。事情如此蹊跷，先皇就没有怀疑过是有人设计吗？当然怀疑，只是当时先皇亲眼目睹了狸猫身上还带着脐带，以及刚刚脱落的紫河车，一时惊怒，失了平常心。待过几日，心生疑窦，再派人去查，却已查不到任何疑点。难道王爷知晓内情？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女人真是霸道。阿软姐姐，我可不是说你。姑娘，我弱智纤纤，展少侠帮我提个行李都要鸣不平，我看你才霸道。你弱智纤纤，我看你是弱智吧你。小青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过来，我可不和女人动手。你找打是不是？等等，你刚刚说不和女人动手，但一路上明明和我切磋得很开心嘛。切磋和扯头发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收拾，我去找我包大哥。你包大哥正在和八贤王谈事呢，哪有功夫理你？那我睡觉去。再待下去，我就等着给弱智女子端洗脚水了。好你个小青瓜，溜得倒快啊！走吧。刘妃她将换太子一事做得滴水不漏，本王也是花了好些功夫，才证实贾内监所言不假。可惜到底是内宫之事，本王查证起来也有诸多不便。既然皇上是先皇的亲子，如今也已经顺利登基，那和破灵阵有什么关系呢？莫非刘妃知晓了此事，又有什么动作？你所言离真相相去不远。当年内监秦凤总管冷宫，他见李妃可怜，便对李妃照拂有加。后来秦凤得知李妃实为皇上生母，不料此事被刘后的耳目探听泄露。贾内监预料李妃将难逃一死，忙安排秦凤连夜护送李妃出宫。刘后一怒之下，便对李妃赶尽杀绝。刘后派人追杀李妃至空寂岭后，寻不见其人，未觉后患，竟屠了空寂岭全族，上到耄耋老人，下至黄口小儿，尽葬送于这场无妄之灾。怪不得常人只知破灵阵，不知空寂岭。原来是这里发生过灭族之祸。是啊，可惜待我查到那批杀手头领的身份，却发现人已莫名失踪。不过杀人灭口是刘后的一贯作风，这倒也不稀奇。这么说来，李妃已经被害。我之前一直也是这么以为的，可就在3个月之前，贾内监在弥留之际给我留了一封密信，说李妃尚在人间，而且就在破灵阵。如今政权重归皇上，是时候拨乱反正了。那庞太师与刘太后是一丘之貉，当年便是庞太师插手，才致使空寂岭一案被压下。贾内监的密信辗转2月余才至我手中，想必是因已经走漏了风声，所以庞太师才会暗中跟随我至此。倘若李妃落入庞太师之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找到李妃，
护其回宫。皇上是否知道李妃还活着的消息？这我也不太确定。你们在破灵镇可曾查到什么线索？有，而且还非比寻常。在此之前，像是空穴来风，但如今看来，却是斑斑可考。什么线索？猫灵诅咒杀人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而今破灵镇猫灵作祟，诸般巧合，必与李妃有关。贾内监既知晓李妃的消息，想必二人一直都有联系。据本王观察，在所有频繁出入破灵镇的人之中，年纪与李妃相符的，只有梅娘和司徒夫人。18年前，梅娘收养欧石南，那时李妃尚在宫中，因此梅娘和李妃无关。至于司徒夫人，最好是问司徒多罗。她年纪小，不太可能与当年的事情有关，故问她会稳妥一些，不容易打草惊蛇。对了，关于猫灵一事，还有一谜，方才没有提及。什么谜？这便是那妖灵中的牙齿。我们探查万灵秘阁之后，曾捡到一只铃铛，打开发现一颗年轻女子的牙齿。依稀记得，李妃年轻时曾被人算计，不慎从假山上摔落，磕掉了一颗牙齿。李妃为此黯然神伤。先皇为了安慰她，便打造了一只铃铛，装了牙齿，挂在屋檐上，寓意灵动驱邪镇恶，日后再无人可伤及她。哦，王爷，铃铛正在我这，不知王爷能否辨认出此物？毕竟是宫闱之事，我也只是听说而已。不过这只铃铛，颇像是玉造之物。天底下怎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？那万灵秘阁果然非比寻常。此事暂时无法查证，不如明日你找司徒多罗打听打听司徒夫人。那本王就静候佳音了。是。包公子，多罗姑娘，包公子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只是碰巧路过。哎呦，这铜镜摆设的极为巧妙啊，辉映着日月之光，站在高处观赏，犹如草生于水畔，不知是何人巧思。是我娘放在这里的，她向来喜欢这些零零星星的装饰。多罗姑娘与司徒夫人，真是如同亲生母女一般，实属难得。是啊，我娘不太喜欢妹妹，但对我极好。当初我爹见妹妹可怜，便将她留下。刚开始我娘心中不满，对妹妹冷言冷语，但我娘和我爹置了几日气之后，便也痛快认了。我娘与妹妹的关系一下子缓和了不少，虽然对她仍旧有些漠视，但终归不曾太过为难。不知司徒夫人是何时嫁给司徒族长的呢？数年前，我爹被派来做破灵镇的一镇之首。
正巧遇见了他从外镇逃荒至此。我爹见他十分狼狈，想必吃了不少苦，便出于善心，施予援手，帮他在此安了家。一来二去，日久生情，他就成了司徒夫人。哎，一大早怎么不见展昭他们？你可知晓他们去了哪儿吗？展少侠和白姐姐去陶艺家了，南姑娘正在厨房准备早饭。哦，多谢，你先忙着，正好我也去看看赵公子。包公子，先吃过早饭再去吧。啊，也好。前面应该就是陶艺家了。准没错。哎，这河边还有鸭子呢，我们捉来烤了吧？你们师门是不是特别穷啊？瞧把你馋的！哼，我们师门的钱多着呢，都拿来做善事了。这赵元林真是说走就走，一声不吭。咱走的方向应该没错呀。哎，是不是那儿？哎，好像是。找了半天，咱们终于到了。可不是嘛。陶艺，展昭，你来找我玩吗？是啊。快进来！可算是找到你家了。哎，这看起来挺有意思的，我能试试吗？好啊，是吧？帮你一学就会。好。放心上手，这样。不是要来找赵公子吗？